仰望 U9 量产车跟小米苏7量产车在株洲赛道到底谁更快呢 ？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堂主。最近车圈有两件大事儿，小米苏7 Ultra 原型车跟仰望 U9 可量产车都分别在纽北做出了阶段性单圈，尤其是仰望 U9 更是首次公开了车载视频，真是值得大大的点赞。但是当时评论区里面有很多的小白很疑惑，说为啥仰望 U9 的成绩才7分17，远远落后于小米苏7在纽北的6分46呢？这其实是因为小米苏7在纽北刷的那台车是原型车啊，你可以简单粗暴的把那台车理解为是小米苏7的 GT3 赛车版本，而仰望 U9 刷纽北那台车呢，会更接近是量产状态，所以这两台车的成绩的确完全没有任何可比性。但是问题就来了，如果是仰望 U9 真正的量产车跟小米苏7的量产车在同一条赛道，到底谁会更快呢？那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，仰望 U9 试驾会并没有邀请我买呢，我又买不起，所以我只能翻找其他人刷过的成绩来进行隔空对比了。仰望 U9 在国内赛道已经公布过的官方成绩，只有上赛跑过一个2分17，但是上赛是 F1 赛道，规格太高，根本不对散客开放，除非包场，费用嘛也不高，一天大概也就60万左右。其实照理来说，为了满足家人们的好奇心，花个60万也不是啥大事，我真不是心疼钱，但是问题是我没钱。最后我翻遍了全网，只有极速拍档的娜娜当时在株洲赛道刷仰望 U9 的大新车，用佳通 GT-R2 的原厂热熔胎做出过一个1分53秒8的成绩。那么问题来了，同样都是用量产车，同样都是媒体车手刷圈，同样都是用性能差不多的热熔胎，假如把小米苏7拉去株洲赛道的话，究竟能刷到多少呢？能不能超越掉仰望 U9 的这个1分53秒8的成绩呢？看看我深夜来到了哪里，小眼睛的 CRS 改装店，来干什么？哈，来提我的小米苏7，提我的小米苏7去哪里？去株洲赛道。我还另外买了4条 Cup2R， 到时候咱就看看啊 ，Cup2R 加持之下，小米苏7在株洲到底能跑多少？那为了省钱呢，我深夜去小眼睛店里把4条 Cup2R 轮胎直接塞进后座跟后备箱里，这样就不用再另外单独发个物流了。主打一个省钱。另外呢，考虑到株洲赛道太费刹车，我还让小眼睛帮我多备了几套沙森制动的竞技刹车皮。我邹云峰绝对不会在同一条河里掉进去2次。那同时因为电车实在太重，刹车的热量积累太多，所以我还专门买了2个大容量的鼓风机，配上超长的电源线，这样呢，我就能在全国任何一条赛道都能随时取电，帮我的刹车做快速散热了。不管多么宏伟的计划，安全永远是最重要的事儿，我不可能在明知道这车原厂刹车刹不住的情况下，还不去做相应的准备。那 OK， 万事俱备之后，我就连夜用板车把小米苏7发到株洲去了。结果车子到了株洲之后，我才发现我千算万算，唯一漏算了天气，株洲居然断断续续下了1个多月雨。最后呢，我实在是等得有点不耐烦了，一气之下飞去株洲，决定把车开走。然后呢，株洲就居然又是大晴天了。最后呢，本着来都来了的精神，还是去刷一下吧，不然岂不是白白浪费这1个多月的等待？结果呢，去到株洲赛道前台，我才知道，当天居然正好是株洲有比赛的日子，我真的人傻了。但是呢，最后我还是成功上场了。说到这里，就不得不感谢株洲赛道的领导，非常的开明，非常的包容，给我这个湖南人老乡开了一个特例，给了我宝贵的3节练习时间。只是尴尬的是，领导们考虑到我的车动力太猛了，肯定不能跟86这种小马力赛车同场练习。最后呢，居然给我划到了跟 GT3 赛车同一组。哎呀，时隔多日，我终于又开上了小米苏7，而且我们今天是跟 GT 一块出。但是我这个车提速啊，我估计比 GT 还快，只是刹车点要比它早很多很多，可能人家100刹，我得150刹 ，GT 才1吨3吧，我们这个2吨2，重了900公斤，
第一次出场的时候，我估计旁边围观的其他参赛车手跟车队技师都是一脸懵逼的，怎么 GT3 上场的时候，旁边还能突然窜出个小米苏7原厂车跟着一起上场？我估计很多人绝逼以为我是走错道了。我这车呢，直线加速真的是丝毫不输 GT3 赛车的，但是弯道里肯定会是路障，所以我为了避免影响到其他 GT3 车手，都是选择很晚才出车，好避开他们。既然别人给行了方便，咱就千万得心里有点逼数，对吧？我刚上去第一节跑了一个1分59秒整，跑得跟一坨屎一样，还在找刹车点呢。不是刹车点早了，就是刹车点晚了。第一节顺利跑完，我的圈速只有1分59秒。不过这一节我连高性能轮胎都没换，只是用原厂的 PSEV 的旧胎在找刹车点而已。我操！要么就没刹住。哦，这个刹车点选的太……为什么它会限制动力？因为株洲赛道全长3.7公里，属于 F2 级别的大赛道，大直道太多了，而且我从来没有在株洲赛道开过这么大马力，同时又这么重的电车，所以它的刹车点肯定跟我以前开过的油车完全不一样。最重要的是，我只有一套米其林 Cup 2R， 这个轮胎十分的珍贵。如果用它来找刹车点，那就太愚蠢了，因为那样的话，等真正要刷圈的时候，轮胎早就磨没了。那电车最麻烦的就是想要保持最佳性能，那么每一节下来都要重新去充电。同时呢，因为这次我换的是原厂尺寸的 Cup 2R， 所以我也没有备用轮毂，还需要扒胎。本来以为就换个胎而已，是个非常简单的事，结果我周边找了一圈，很多店说是扒不下这么大尺寸的轮毂。最后呢，还得是找株洲赛事的官方赞助商赛伦轮胎的技师们帮上了大忙。我早就发现赛伦的轮胎性能实在是太优秀了，这不就是中国本土的米其林吗？那3下5除2，全新的 Cup 2R 轮胎已经换好，电也已经充满，本堂主就要正式用小米苏7量产车隔空挑战仰望 U9 的量产车圈速了。那说一下当时我的车辆的改装情况吧，还是跟我刷天马赛道那会儿一样，只改了一套竞技的刹车，没有加装 LSD， 也没有任何拆空偷轻。如果非说有偷轻呢，那就是我车内换了一个赛车同椅以及4点式安全带，的确是比原厂的座椅稍微轻了一点，但这都是为了安全而做的必要的改装，实在是没有办法的事儿。剩下对性能影响最大的项目呢，就是换了这套前245后265完全原厂尺寸的米其林 Cup 2R 了。那么问题来了，你们觉得这台只有673匹的小米苏7量产车换装米其林全新的 Cup 2R 之后，有没有可能战胜由娜娜驾驶的1306匹的仰望 U9 量产车成绩？咋样啊？换了新胎 Cup 2R， 开一个57、56、太保守了吧54，牛逼！这一节我只跑了一圈，小米苏7在株洲的成绩是1分54秒44，很遗憾没有能战胜仰望 U9 1分53秒8的量产车圈速。不过呢，我上场之后才发现 Cup 2R 这个轮胎啊，抓地力实在是好 PSEV 太多了。我原本第一节用 PSEV 找的刹车点，用 Cup 2R 的话都太早了。开完之后，我感觉很多弯都还可以再继续往前推10米刹车。于是呢，在调整完胎压，重新充满电之后，最后一节我决定豁出去了。往前再狠狠的 push 刹车点，看看到底能把小米苏7做到多少。你猜能跑多少？我猜一个1分53，跑不到怎么办？跑不到你就别下来，你就留在1号弯吧。那么问题来了，小米苏7这一圈到底能不能也进入1分53秒的美妙新世界呢？能否战胜仰望 U9 1分53秒8的量产车圈速呢？发弹幕预测一波。那么接下来你那算扣你之外，小米苏7株洲第2个飞行圈都走。OK， 小米苏7株洲赛道飞行圈正式开始，看看这提速，听听这电流声。好吧，确实没有电流声，全被风噪给挡死了。1号弯尾速201，我150米就刹车了，伴随着沙森制动竞技刹车皮剧烈摩擦的声音，我轻柔地转进了1号弯。当天我把动能回收的力度开到了最大，4点是赛车安全带跟3点是原厂安全带全部系紧。株洲赛道大直道实在是太长太危险，万一刹车点出点啥问题，2.2吨的电车那就是一发炮弹，这可不是小米在天马的危险程度能比得了的。因此3号弯我刹车同样很早，甚至在弯中还松了一脚刹车。
车，主要是这个弯尾速太高了，211，而且还带着下坡，实在是有点吓人。前方就是株洲最高速的4号弯，但是小米苏7用上了抓地力很强的热熔胎之后，它的转向特性会发生突然的变化，会突然变得紧绷起来，尤其是转到一定的角度，就会感觉到有一个非常大的阻尼在拉扯着你，而且这种现象越是高速弯相对越明显。转过全场最低速的5、6别扭弯，前方这条路带着一点弧度，对其他车来说都是直接贴左就可以了，但是开小米你就必须先贴右，然后拉直贴左，这样刹车区的线才能足够的直。再次转过一个回头弯，紧接着又开始上坡。株洲赛道是国内差不多 Stop Go 特征最明显的赛道了，这个赛道就是典型的又吃马力又考验刹车，所以电车在这儿的成绩通常都不会太差。这个赛道的设计师姚启明女博士可能是有先见之明，预见到未来中国可能到处都是电车，因此呢才把这个赛道设计的几乎全是低速回头弯吧。11号弯尾速还有201，需要一脚刹车刹到弯速只有46，原本以为5、6号弯已经够别扭够低速了，没想到我还是草率了呀。我回想了一下，瑞思都没有几个需要40多过的弯吧。不过就是这样的特征其实才反而最适合电车，因为只有这样才可以最大程度弱化电车弯速低的弱势，尽可能保证它出弯之后能发挥直线大马力的优势。好了，冲进最后的大直道，一圈也就跑完了，最终冲线1分52秒8。怎么样？猜一个。我猜535。我猜53。妈，没什么进步啊，还是54。52。冠军车手猜一下我的小米跑了多少 ？Cup 2R 的轮胎。Cup 2R 的轮胎1分57吧，1分57.1，52。小米苏7第2个飞行圈的成绩最终定格在了1分52秒88。其实我觉得这个成绩真的并不是很快，毕竟我只开了2圈，我觉得空间还挺大。但是我万万没想到，这个成绩居然还战胜了仰望 U9 的量产车，并且领先了整整1秒，简直让人难以置信。首先轮胎上，仰望 U9 量产车肯定是没吃亏，虽然我用的米其林 Cup 2R 已经是民用半热熔轮胎中的佼佼者了，但是娜娜的仰望 U9 刷圈用的是加通的 GTR2， 这款轮胎用在了很多高性能电车上，比如极氪001FR， 比如广汽浩博的 SSR， 它的性能已经有点接近光头胎了。其次呢，轮胎的宽度上，仰望 U9 更没吃亏了。仰望 U9 原厂的前轮是275，后轮是325，而我的小米苏7前轮只有245，后轮只有265，等于我的小米苏7前轮的宽度差了3个单位，后轮的宽度更是直接差了6个单位，这都已经完全不是一个次元的抓地力水平了。第三点呢，就是娜娜的驾驶水平也是绝对不用怀疑的，她肯定是媒体车手中的佼佼者，至少跟我肯定是伯仲之间的水平。那我想答案可能就只有2个，一个呢可能是娜娜开仰望 U9 那天车辆赛道的条件没有达到最佳状态吧，但是那一天是仰望 U9 官方邀请娜娜过去刷圈体验，且现场起码给娜娜准备了2台以上的备用车，说准备不充分，这不是在打仰望的脸吗？这真的有点说不过去吧，我觉得。那第2个原因呢，就是我在想有没有这样一种可能性，仰望 U9 官方交付出去的量产车，也许可能大概说不定它真的就是刷不过小米苏7的量产车。我知道这听起来非常荒唐且很不可思议，一台1306匹的仰望 U9 量产车怎么可能刷不过仅673匹的小米苏7量产车呢？但是因为我从来没有开过仰望 U9 的量产车，所以我真的不知道，因此我必须事先声明，刚刚那句话仅仅只是我的一个猜想，我不为这句话负责。不过呢，我突然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，要不我去找一台仰望 U9 真正下赛道实践一下，不知道仰望肯不肯借我一台，我不知道他能不能借啊，但是无所谓。本期视频如果投币过5万，我就去租一台落地200万的仰望 U9 真正的量产车，直接下赛道刷圈，解了大家心中的疑惑，好吗？那 OK， 我是堂主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